其实，佛学是无神论，你可曾听过这样的说法？又是如何认为的呢？上一期的天人在哪里，我们聊到了佛学的世界观架构，也同时聊到了天人当然也属于众生，是众生就会因为无明与业力不断地在三界中往复轮回。今天我们会继续之前的话题，并根据知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来开展关于生命的狂想。当下的我们是否已经走在了升级成为天人的路上？而我们究竟是离解脱更进一步，还是现无明更深一层？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诸法因缘生，世界从何而来呢？从蒙昧时代开始，所有神话或宗教中总会有一位无比崇高的神来掌管着世上一切。他会辛辛苦苦如同搭积木一般创造了天地，并将生命点缀其中。可在佛学中，无论整个世界还是诸多众生，都依因缘和合而生灭，并没有永恒伟大的创造者，更不会有无上的意志来指挥一切。即便把神灵的角色一分为多，这位神管雷霆雨露，那位神管花开叶落，也同样不存在。缘起论取代了神创论，这正是佛学理论的核心基石。那你还是会有疑问，如何理解佛学世界观系统中的天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在汉传丛林建筑中最具特色的护法神24柱天。在不少大雄宝殿的两侧经常可以看到有供奉，从表格中可以了解到吉祥天、辩财天、大梵天、地势天源自婆罗门教，日天子、月天子源自印度神话，夜叉、鬼子母融合了印度民间信仰。其中更具特色的是紫薇大帝、东岳大帝、雷公，这三位分明源自于道教中的神祇以及民间信仰。这里插一句，不同的丛林建筑24柱天的形象和供奉顺序都有所差别，不必深究。那我们就会思考了，为何无神论本质下的佛学会穿有一层泛神论的外衣？其实很简单，方便说法。各种宗教、神话、民间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好像是扩张了一个庞大的神灵体系，但实际上是降低了所有神灵的神格，降格成为了六道众生，并否认了其永恒性和主宰性。天人们有神通，有福报，但依然是在轮回之中，寿命再长也并非永远。最终，佛学强调了连草木皆有佛性，这正是法性平等的哲学表达，同样也警示世人，修行的核心在于自力解脱，而不在于攀援外力。不过，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回到今天的主题，让我们接着聊。去往未来的移民。不久的将来，由于环境和人口的巨大压力，一位大使带领着8000万人浸泡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液氮中，向着未来时间移民。这是知名科幻作家刘慈欣
在世纪初的短篇作品，居然从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我们即将抵达的未来。移民者们第一个到达的时代叫黑色时代，因为到处都是黑色的，黑色的大地，黑色的树林，黑色的河水，黑色的流云。这是120年后的世界，人类再一次深陷战争之中。这本质上依然是欲界的战争，甚至连欲望本身都已经无比冷酷和理性。国家之间的交战将通过超级电脑来计算战争的结果，然而战争还是不可避免。120年后的人类时代，饥饿可能已不是问题，病痛可能已不是问题，然而战争还是会发生。这就如同佛学故事中忉利天的天人们和阿修罗之间永无止境的战争一样，仅仅只是为了抢夺神树上的几枚小小的果实。大使决定不进行停留，又向前奔赴了600年。第二个时代叫大厅时代，这是一个精致的时代，地表被改造成了平面，如同水晶般美丽，却十分柔软，延伸出去铺满了全球所有的大洲，连绵的群山都不见了，通通被新人类抹平。天上有6个太阳，但其实是地球同步轨道上的6枚巨大的反射镜。整个世界干净的出奇，没有一丝尘土，天空也同样一尘不染。整个世界就如同一个大厅。新人类的发展已经不可想象，一枚小小的量子级别的存储器就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给一个人提供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知识。所以新人类不再需要孩子，一个器官失效就去换一个新的，就连大脑也是如此。博学、美貌、长生，在这个时代中轻而易举。在佛学故事中，天居天的天人们不也同样如此吗？拥有着琼楼玉宇、美食华服，就连繁衍也不需要像世人一样拥抱握手、相笑互视即可完成。旧人类无法融入，大使决定继续前行，继续冷冻了1000年，来到了第3个时代，无形时代。曾经在大厅时代，那枚可以容纳整个人类知识的量子芯片，已在这个时代多得可以堆成一座高山，无人可以想象出这台超级电脑的容量。这个时代的人类已经沉迷于虚拟世界之中，在其中可以创造一个有1000亿人口的帝国，化身成为国王，也可以经历1000次各不相同的浪漫史，在1万次战争中死10万次，甚至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宇宙。每个宇宙里有上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上亿个星球，每个星球都是各不相同的，是每个人渴望或不敢渴望的世界。不用担心时间，超级电脑中的1秒钟比现实中的几个世纪都长。所有的新人类都深陷于此，一旦经历过就无法回来。现实中充满烦恼的世界便如同地狱一般。回到佛学故事中，我曾经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6欲天中的最高层他化自在天，天人们会以变化成为他人来取乐，这又能有多少乐趣？在大刘无尽想象力的笔尖下，让我理解了这一可能。当下的时代已让多少人
已深陷在网络中无法自拔，通过那一方小小的屏幕疯狂汲取着数据废料。可这还远远不够，元宇宙离我们还有多远？脑机接口离我们还有多远？全能 AI 离我们还有多远？当然了，我们不是要做技术威胁论者，但善意的提醒也十分重要。我们当然要明白，世间的无名已经够多，网络带来的异彩纷呈，恐怕也会成为扰乱我们心智的更厚重的一层无名。虽然我们当下的生活已无法离开网络，所以在佛学故事中，掌管他化自在天，也就是六欲天最顶层的主人，这位欲界至高无上的天人，反而被称为第六天魔王，也就是魔王波旬。他的职责之一便是引诱世人们沉迷于娱乐，并多次阻挠了佛陀的修行过程。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如果所有的欲望都垂手可得，那么无穷无尽的诱惑必将让我们迷离，必将把我们淹没。时间移民的故事还在继续，让我们继续聊。是终点，亦是起点。大使的决定是对的，这次他带领大家来到了11000年后，冷冻室的巨门刚刚开启一条缝，一股风吹了进来，那是不一样的气息。大地是土的，长满了绿草，一条清澈的小河从眼前流过，只有一个太阳，蓝天上有雪白的云朵，消失的山脉又重新出现在了天边，盖满了森林。一切都结束了。被恢复的山脉来源于海洋中提取的岩石和土壤，植被和生态也被恢复了。然而所有的新人类却都消失不见，连人工的痕迹也被抹去了，也没有任何星际移民的迹象。1万多年前的旧人类纷纷从冷冻室走出，这是他们的终点，也是下一个时代的起点。成住坏空，世界又开始了一次循环。大刘写下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并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新人类究竟去到了哪里？给了我们开放的答案。我想，第一种可能，新人类终于在无穷无尽的享乐中厌倦了，从而选择结束了自己，这是最黑暗的结局，但也暗含了佛学中天人们哪怕拥有无穷无尽的福报，也总有享受殆尽的时刻。第二种可能，新人类终于在其中参透了涅槃之道，从而跳出了三界之外，终于抵达了彼岸，这是最光明的结局，不是不可能，只是无尽享乐之中还有几分可能去发心去修行呢？第三种可能，不好不坏，是最平和的结局，人类重新领会到了类似于禅定的方法，从而将自身转化成为了纯能生物，在宇宙中尽情遨游，也就如同到达了佛学故事中的无色界。当然了，我的脑洞之大，应该连大刘都想象不到。不过，你听说过费米悖论吗？这是知名科学家，原子能之父，同时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在某次聊天之中，他灵光一现，他问道：宇宙如此之大，光银河系就应该有1000多亿颗恒星，可是为什么我们完全发现不了
地外文明的痕迹。他用了个数学的方式进行估算，认为银河系至少就有100万个类似地球的文明，他们其中的一些应该早就到达了地球才对。这个悖论至今无人可解，科学家们提出各种假说，也许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星球，也许我们只是被模拟出来的存在，也许我们正处于高等文明的动物园中，等等。但如果星际文明的先行者们是不是真的纯能化了呢？身体转化成为了我们尚不理解的能量，已密密麻麻地充斥了整个宇宙之中了呢？如同佛学故事中无色界的天人们那样，没有欲望，没有形体，却拥有着极高的智慧。当然了，幻想还是幻想，但幻想背后的思考同样会给我们帮助。人间虽苦，却值得。其实，在佛学历史上，有不少大德都认为，天道之乐远胜人间100倍，然而修行却不如人道。正如之前所说，天道的享乐反而容易成为障碍，五欲具足，却让天人们沉醉在福报中，蹉跎了修行。而人间呢，有苦有乐，病痛与烦恼，欢乐与感动，就更容易让我们心生触动，这其中便暗含了中道修行的智慧哲学。所以我们身处于苦乐参半的人间，其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才是一种幸运。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次再见。